随着大众审美的提高，一些新式装修设计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家装行业，其中不少产品凭借超高的颜值吸引了广大装修业主的眼球。但是，随着市场热度的退却以及时间的推移，一些曾经爆火的设计，如今早已跌下了神坛，甚至因为问题频发而沦为了笑柄。这一期，小东就为大家盘点5个装修设计的典型案例，看谁还敢乱跟风。1. 悬空电视柜。所谓的悬空电视柜，其实就是把传统电视柜挂在墙面上，兼顾了美观和收纳2个功能的同时，还杜绝了地面上的卫生死角。这种独特的设计方式一经推出，就成为很多家庭装修电视墙的首选。但是很多人做悬空电视柜之前都忽略了它的承重性，导致入住后各种问题频发，要么电视柜下坠变形，要么就是墙体裂缝，后悔不已。网友于小鱼入住不到3个月，最担心的是还是发生了悬空电视柜翻车了。现在想想，估计是电视柜受力面又窄又长，单面墙体承重性差，掉落真的是迟早的事。网友娟儿姐前几天突然发现电视柜和墙之间的缝隙怎么越来越大了？仔细一看，我去，电视柜低头了。我发誓，只放了个电视而已，就这么点重量都承受不住。这么说吧，悬空电视柜虽然高级，但却要牺牲安全性，显然非常不值得，所以最终沦为笑柄也就不足为奇了。2. 超大落地窗。一整面的大玻璃落地窗确实很抓人眼球，在前些年里可谓是销售火爆，凭借高颜值、视野通透、可无死角的欣赏窗外风景等自身优势，一度成为高端装修的代名词，也非常符合大众的审美。但说实话，没火几年就不受大家待见了。当初跟风效仿的家庭也开始纷纷后悔。其实在我看来，虽说安装超大落地窗的综合成本高，但这还不是最终促使它跌下神坛的根本原因。说到底，还是因为它的实用性太差。要知道，玻璃面越大，抗风压的能力越差，自爆的风险越高。网友布鲁，我家的大玻璃落地窗美炸了。凌晨2点15分，大玻璃突然的自爆了，太吓人了。原来不只是夏天会爆啊，还有就是无法逃避的通风问题，因为结构原因导致不便于开窗。网友大胡子，大落地窗阳光充足，但通风效果非常差，不到20度的天气，客厅也是异常闷热，待在家里只能开空调。事实证明，很多人花重金打造的超大落地窗，不仅通风差，还有自爆的安全隐患，所以最终沦为笑柄也在情理之中。3. 一门到顶衣柜。衣柜的一门到顶设计确实颜值高，显大气，但这种超长柜门有一个天生的缺陷，就是柜门容易变形。很多商家为了追求更高利益，哄骗消费者说只要加钱装柜门拉直器就不会变形，但经过多年的市场验证发现，完全是骗人的鬼话。换句话说，不管加不加拉直器，柜门都会变形，只是时间问题。网友赵小年没等入住呢，就发现柜门门板都弯了，装了拉直器也没什么用，或者说没有拉直器变形的更严重。切记，真的不要装一门到顶。此外，还有柜门变形、关不严的问题。网友等凌晨的日出，长通风会导致柜门变形吗？我家的衣柜关不上门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还有，做一门到顶整体造价也贵得离谱，柜子自身价格就高出不少不说，还有做墙、地、顶超平才能达到完美的效果，基本施工费用自然翻倍。这些综合原因也导致它沦为笑柄，最终被大众所抛弃了。4. 厨房吊轨门。所谓的吊轨推拉门其实就是传统地轨门的升级换代产品，其特点就是轨道在推拉门的上方，因此看上去更加美观，地面也显通透，无卫生死角。不可否认，吊轨推拉门确实颜值高，但始终逃不掉的就是承重性差的天然属性，用久了推拉门卡顿、下坠、关不严的情况比比皆是。网友我叫爱迪生，听劝别装吊轨推拉门，窗户一开，风呼呼的，真的是超晃，看着都危险。吊轨门就靠一个不到2公分的定位轮支撑，它也是有心无力啊。网友赵宇轩，小孩子不要拉我，大人拉我也得轻点，我是好看不中用的，谁叫我自身重量那么沉的。还有，安装过吊轨门的人都知道，为啥地上、梁上打的全是眼，不就是为了加固吗？目的不就是担心后期容易掉吗？随着越来越多的家庭放弃吊轨门后，地轨门的升级换代产品也来了，极简轨道只有1厘米，不会藏污纳垢，稳固性还高。那么吊轨门被市场淘汰，沦为笑柄也不冤。5. 岩板一体盆。说真的，卫生间的岩板一体盆这个网红设计真的是坑了很多人。然而现在还有无数装修小白在盲目跟风效仿，
我承认岩板一体盆确实高级好看，颜值出众，但入住后你就会发现，它不仅仅是藏污纳垢、卫生不好清洁的问题，关键问题是它的盆底真的会掉，现在还掉的，只能说明你运气好，时候还没到。网友艾特迪迪的家真的是人生无常，大肠包小肠。正睡午觉呢，突然掉下来了，给我吓一大跳。这么重的台盆，盆底竟然是用胶粘的，别相信什么一体盆、台下盆，快避雷吧。网友艾特国庆麻岩板盆虽然好看，但是几乎每天都要花时间去刷。这是我家装修踩坑之一，积水会发黄，盆底因为是直角边，想彻底清洗干净根本做不到。此外，岩板一体盆还存在台盆浅、下水慢、易溅水等实打实的缺陷，这些都注定了它无法代替性能更加成熟的陶瓷一体盆，最终沦为笑柄，也合情合理。装修不是抄作业，看到流行的东西就照搬照装，根本不考虑实用性。本期就给大家整理了6个网上很流行而现实很鸡肋的装修设计。1、客厅阳台打通阳台，增加客厅面积，更显宽敞明亮。客厅瓷砖通铺过去，空间更有延伸感，还省了做推拉门的钱，本身是没有错。可现实中很多户型的阳台都不大，晾衣架就挂在阳台的正中间，洗完的内衣裤挂上去非常的扎眼，还影响采光。平时家里来个客人看到，更是避免不了尴尬。小东建议，想要打通阳台，必须具备以下3种情况的其中一种。第一，户型必须是超长阳台，这样可以把晾晒区放在客厅看不到的区域里。第二，就是装一个烘干机，确保洗完衣物不用晾晒。第三，就是在阳台两侧垛子后边装个小的挂衣杆，这样也可以隐藏晾晒区。2、无主灯设计，不得不说，无主灯设计确实颜值高，家装更显高级，网上也是非常的流行。但是很多人根本就不考虑层高问题，拉完平顶贴完砖之后，整体层高不足2.5米，坐在沙发上都显压抑，就为了追求好看而降低生活质量，值得吗？其次，顶面装满了筒灯，打开灯一副满天星的效果，一点灯光的层次感没有。小东建议，想做好无主灯设计，首要考虑的就是层高，必须满足吊顶贴砖后要不低于2.6米的层高，这样空间才不会显得压抑。其次，做无主灯灯光是关键，千万别网上盲目找个效果图就落地。想做出效果，灯光的重点照明、氛围灯、基础照明缺一不可。如果你不懂，建议你找个专业的灯光设计师帮你做落地。3、卫生间壁龛近几年装修，壁龛几乎已经成了卫生间的标配，原本就不大的空间，砖砌的壁龛又占了一部分空间，搞得平时淋浴转个身都难，浪费钱不说，还很鸡肋。更有甚者，怕占空间，也不考虑墙壁的厚度够不够，后期是否有承重安全隐患，直接选择在墙上挖洞做壁龛，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。小东建议，卫生间做壁龛一定要看适不适合，不是必须要做的。如果是明卫，我们可以把洗漱用品放在窗台上；如果是暗卫，可以在墙角装一个3角形置物架，用来放洗漱用品，平时拿取更顺手，打理卫生也方便，而且不占空间，也更省钱。4、岩板一体盆近2年岩板火遍全网，家装应用广泛，背景墙、楼梯、台面、餐桌、茶几，到处都有它的身影，拥有超高的颜值和耐用性，深受业主们的青睐。但都知道岩板材料硬度高，所以不是所有产品都适合。比如说卫浴一体台盆，因为硬度高，没办法打磨弧度或圆弧，导致做出一体盆底部只能是倒角打胶连接，而且底部是平的，造成平时用水不能自然流入下水，周边拼接处长时间水泡，玻璃胶发黑发霉，滋生细菌，形成卫生死角。小东建议，居家过日子还是要以实用性为主，颜值大于实用性的产品很容易过时。卫生间台盆首选还是更好打理的陶瓷一体盆。如果实在喜欢岩板的质感和纹理，可以选择台面做岩板，单独买个陶瓷盆，这样颜值和实用性都不缺失。5、卫生间干湿分区半墙设计。现在很多人喜欢把卫生间做成干湿分区形式，干区洗手盆采用半高隔断墙设计，看着很敞亮，拍照片也确实很美，可隐私性全没了，实用性也很鸡肋。卫生间本来就是家里很隐私的地方，生怕别人不知道在哪里。其次，平时用的牙膏、牙刷、洗面奶、化妆品往哪放呢？尤其是毛巾架放在哪？是不是想让人站在客厅就知道你家有几条毛巾？就说乱不乱吧，起码的隐私得有吧。小东建议，卫生间作为公共空间，设计上还是要有一定的隐私性，建议干湿分区尽量不要做开放式，
现在流行极窄边框的金属玻璃门，搭配长虹玻璃，不输颜值，也能更好的做到隐私性。如果实在喜欢干区做开放式，半墙上面也建议做通顶的壁龛或开放格形式，来收纳平时的洗漱用品，这样岂不是更实用？6. 黑白灰风格。黑白灰风格的配色确实很高级，但你网上所看到的案例没发现都是大户型吗？而且采光非常好，黑色和灰色都是局部点缀，整个设计感非常的完美和谐。而现实中，大部分人却把灰色作为主色，地面是灰色，墙面是灰色，连沙发茶几都是灰色。赶上天气或者采光不好，整个屋里就是一片死灰，非常压抑。要么干脆大面积使用白色，白色家具、白色木门、大白墙，妥妥的4白落地，没一点层次，毫无美感。小东建议，家庭装修不是住了3天2天，而是10年8年，甚至更久，还是需要一个明亮温馨的环境，更适合居家过日子。所以黑白灰风格只适合欣赏，而中性色或原木风是最适合大众家庭的温馨而又不失气质。说在最后，网上很多高大上的设计都是徒有其表，千万不要为了追求高颜值的拍照效果，盲目的跟风装，等到入住后才发现很多设计都不实用，生活一塌糊涂才知道后悔。不可否认，这些年家装行业随着工艺技术的革新，产品的迭代升级，应运而生出很多新的装修设计。当然，这其中也有一些好的设计和产品，兼顾了美观与实用性，不仅提高了装修档次，同时也提高了我们的生活品质。但是，也有一些看似高大上的装修设计，却是外强中干，实用性很低。本期小东就给大家盘点5个中看不中用的装修设计，奉劝你别再盲目效仿了。1. 超大落地窗。一整面的超大落地窗，非常符合当代年轻人的审美。大玻璃落地窗不仅颜值高，采光好，还能拥有极佳的视野，看后怎能不让人心动？但是很多商家为了利益，对于超大玻璃落地窗的弊端却熟视无睹，这也导致很多安装完超大落地窗的业主都后悔了，抱怨说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。总结来说，无外乎以下几个关键问题： 1. 安全隐患。落地窗本身就存在自爆的风险，玻璃面积越大，意味着风险越高，特别是高层住宅要承受更大的风压，为了美观却要牺牲安全性，付出的代价太大。2. 性能弊端。首先，超大玻璃的通风效果较差，这一点不要质疑，因为玻璃面大，也不便于开窗。其次，私密性差，一整面透明玻璃会让房间内的状况暴露无遗。3. 成本问题。大玻璃落地窗虽美，但造价也非常高，自身材料价格就贵，同时还要承担运输、吊装、安装和维护上的费用，就算一个普通小阳台，也至少要大几万元。综上所述，这就是小东不建议大家盲目跟风超大落地窗的原因。2. 金刚网纱窗。金刚网又称防盗纱窗，凭借质地刚硬、结实耐用，同时还兼具非常好的防盗效果，市场上一经推出就深受业主们的喜爱。然而，很多人在装之前只了解了它的优点，对它的缺点却一无所知，结果尝试后才发现自身缺陷还比较明显，甚至让人无法接受。其一，通风性差，影响采光，这2点也是被大家诟病最多的地方。厚重的不锈钢网格把外边的光线和空气都挡住了，有业主对它的评价简短到位，家里很暗，密不透风。其二，防蚊效果差，这种金刚网纱窗的网眼比较大，根本没办法挡住体型较小的蚊虫，尤其是夏天，只要一开窗就到处是小飞虫，着实让人头疼不已。其三，清洁难度大，金刚网堪称是灰尘集聚地，3天不擦，网格上全是灰尘、毛絮，不用刷子都很难清除上面的污垢，所以很多用过一段时间金刚网纱窗的业主才会吐槽说，花那么多钱买个鸡肋纱窗真的太糟心了。对于纱窗的选择，小东建议首选综合性价比更高的高透网。相比于传统的金刚网，它的质地更为轻薄，且不会影响到透风和采光，同时兼顾了防蚊虫的效果。3. 吊轨推拉门。用过传统推拉门的业主都知道，它有一个最大的缺点，就是时间一长，突出的轨道凹槽里非常容易积灰，且藏污纳垢，不好清理。有需求就有市场，推拉门厂家经过工艺升级、改良换代后，研发出更加高大上的吊轨门，似乎弥补了地轨门的缺陷。不可否认，吊轨推拉门美观性更好，因其轨道在上方，因此地面也无卫生死角，方便清洁打扫。但很多人还是忽视了
它自身的缺陷那就是承重问题。首先，铝合金门自身的重量就不轻，如果墙体不够稳固，时间一久，必然会出现推拉门下坠、摇晃等情况发生，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。其次，上方轨道设计必然对安装标准要求极高，稍有偏差，导致两侧高低不平的话，就会让移门偏向一边滑动，而且维修难度也非常大。所以，奉劝大家还是不要轻易尝试。小东建议可选择嵌入式同条轨道的推拉门，既兼顾了安全和稳固性，同时也不用担心凹槽藏灰不好打扫。4. 悬空电视柜，大尺寸电视或者投影幕布搭配悬空式电视柜，这些年已经成为了新的流行趋势。悬空电视柜造型简约大气，而且不落地的设计，更加节省空间，兼具美感的同时，不仅多了收纳空间，还没有卫生死角。所以这么多优势让它成为很多家庭客厅电视墙装修的首选方案，也不足为奇。设计安装前必须要看一下你家的背景墙是承重墙，要确保结实安全，否则后期电视柜变形下坠掉落是迟早的事。所以如果你家不是承重墙面，千万不要轻易跟风。换句话说，悬空电视柜虽美，但却要牺牲安全性去换，显然是不值得的。5. 玻璃门衣柜，不否认透明玻璃门自带高级感，能迅速提升衣柜的质感，而且比普通柜门更有空间感，视觉上也更加通透，特别符合年轻人装修对于高颜值的审美需求。但好看归好看，回到现实生活中，没用过的人不会知道它有这些缺点。首先，你要有天天收纳整理的决心，否则的话，内部就会显得非常凌乱，毫无美观可言。其次，你要足够的勤快，因为玻璃材质简直就是指纹的收集器，几乎是一摸一个手印，不勤擦的话，看上去就会非常的脏。另外，玻璃柜门还容易反光，如果用在卧室衣柜门，起夜上厕所、睡梦中还会被玻璃中的倒影吓一跳。除此以外，玻璃门衣柜自身的价格也不低，往往是木质衣柜的2-3倍，所以综合来看，不管是实用性还是性价比的角度，都不如普通衣柜门，省心省事。说到这里，大家发现没有，这期分享的5种装修设计虽看上去很高大上，但却违背了人性化的设计需求，中看不中用的产品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鸡肋，希望大家不要踩坑。